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起曹操啊。昨天看过直播的人大概也知道我给的评价是什么。今天的话，因为都是普通场嘛，因为咱们要试武将，肯定会去至尊场打。然后的话，大家看过直播也知道，昨天咱们情绪波动有点大，也听了我讲了很多的故事。没看直播就当没看过就没看过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回放可以了解一下。不过今天的话，我喜欢那个女孩结婚了剩下就不多说了。今天正好是结婚的那天，放一句这个吧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废话不多说了，咱们就开启今天的讲解吧。主要是讲解一下他的技能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至少知道他的技能，然后最后你们的评价是什么，我也会说一下我的观点。这把的话是个谋曹丕主攻，普通场的话谋曹丕主攻也挺多的，看来而且不好打。说实话，谋曹丕主攻你的反贼队友要弱的话真不好打，这把反贼队友真的一般，但是赢了。这里面好消息是就俩魏国，好消息是最好的消息。其次朱雉也跳中了，但是不确定啊，朱雉这个安国可以移除的。朱雉这把要不是这个朱雉的话我还真不一定那个什么，不一定那个。你看一下游戏开始时，你那个因为有安国，拥有安国角色它上线等这些，如果场上有安国标记，你可以移除移动安国标记，然后移动至本局未获得安国标记的其他角色。但是这个朱雉他不会玩，咱们一会儿看看这朱雉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。开局主攻的话，直接因为有2个魏国其实够了，对于主攻来说。放逐的技能失效，因为咱们刚玩这个武将，很多人可能不了解，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技能，一会儿会暂停一下讲一下技能，咱们不用看那么多的字，看那么多的字没必要。首先的话，你注意每次到主攻的回合，注意是一轮下来主攻就那一个回合，对不对？每次到主攻的回合，主攻回合结束之后，我摸一张牌，是军八的一个特性，我摸一张牌，这是唯一的过牌，算是唯一的过牌。然后呢，如果主攻这回合造成过伤害，我只能获得一个列的标记给场上随机的人，这个列最好给到敌人身上，随机的人。如果主攻这回合没有造成伤害的话，比如说他像现在只是放逐了一下，并没有打出伤害，我就能获得2个列的标记给别人。像现在运气不错，能给2个列的标记。我只要有3个列的标记，我就能觉醒。觉醒的话，一会儿再说技能。我把这2个人，把这个列直接给了这2个人，因为我也玩的不刚玩嘛，所以大家见谅一下。朱雉直接跳中了，拆了一下马良直接一个火攻。咱们这个时候说一下，看，这就是第一个。你光有会列的时候是什么？正略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技能就是说我杀带有列标记的话是没有限制的，就是没有距离限制，我可以直接杀主攻。但是我当时直接想杀一下朱雉，杀下朱雉的话，是不是我就立刻拿回来我打的第一张牌？注意是第一张牌，第一张牌，比如说我出杀的话，打中它。只要是打中了，必须前提要打中，然后获得这张刚才用过的这张牌。注意，只有第一张牌，但是身上有列的标记，我可以对它使用无限距离，比如说顺手我可以顺到它，对吧？冰凉村呢，我可以冰到这个曹丕。所以说，对于大家来说的话，这个技能是他前期唯一的比较有用的技能，没觉醒之前。然后可以看一下，然后第一张牌是无视次数的，所以我杀2刀，第一刀杀中了吧？前提必须杀中，第2刀砍他依旧能砍他，然后咱们扔掉杀。同理咱们举个简单例子，比如说我这是个南蛮入侵，我打中有列标记的人的话，我立刻第一张只要是可以再拿回来南蛮入侵。同理火攻或者决斗都可以。这时候貂蝉跳了个反贼，直接杀魏国的神荀彧，没问题。其实貂蝉还是浪了一些，貂蝉正常的话不要去先用技能，他的杀其实够的。他很自信，总觉得别人过了一张牌就不是防御牌，本来是可以杀死神荀彧的，结果你看一下，人家这直接放了个忠臣，跳了个无懈，结果人过了一张闪。这普通场经常会不求稳，很正常，所以咱们不用去多苛责别人。但是说实话，这把反贼真的有点弱。你看，正好人一个桃能救活，对吧？然后这马良直接跳了个忠臣，这忠臣就是284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觉多了一个呀，难道是这个朱雉不太会玩的样子吗？咱们看一看。完了，你自己要浪一下的，非要不直接杀的。得亏咱们杀比较多
袁绍直接有个乱击，直接9杀，还好吧，杀掉了一个神荀彧，知道针对神荀彧很不错。只要这个乐能勒住主公的话，咱们还有一次机会，因为就这一局觉醒了，直接杀了一刀那个左慈。这个时候值一个红桃天过了，你说这运气有点差，对不对？直接天过了，曹纯还装备还挺多。这个时候限制我装备，防止我救人，没问题。我只能上装备啊。场上只要有3个列，这次他造成伤害了，我只能给1个列的标记，对不对？主公，我过了1张牌的，他回合我过了1张牌，然后只能给1个标记，那我肯定给曹纯呀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啊，朱志直接拿了一些那个啥，你是内奸吗？朱志还是什么意思？拿一些盾。咱们这个时候只能使用装备觉醒了，注意场上有3个列标记，到自己回合直接觉醒。咱们的话没必要留防御，咱们现在必须要打充足输出。现在开始了，看一下平荣，这就是觉醒技的第2个。第一送一个飞影，就是加1码。第2个的话，觉醒之后有个平荣，减一点上限。平荣是什么？平荣就是我移除列的标记，额外给我1回合，1轮只能用1次，任何人的回合结束后都可以使用这个平荣。明白了吧？也就是说，刚才是不是限制我装备了，是吧？然后我现在直接使用平荣，然后再多1回合，是吧？这就不限制我了吧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其实有失误，打得不太好的。咱们这个时候是想要去打猎的标记，我觉得他4张牌是一定有杀的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开 AOE 吧，不管打到他也好，打到他还好，我可以再开一个 AOE， 对不对？反正现在中臣都有可能2、8、4都有可能，他们受他们的伤就行了。结果万万没想到一件事儿。人家都有杀，这俩都有杀，还我说最不济，我知道曹丕有杀，最不济咱们能打到朱志再拿回来啊。结果没有的话，咱们更不敢用决斗，人可能还有杀呀，人这曹丕啥也没做，不敢打的，直接普通杀一刀啊。也就是说，咱们的那个会猎没有打出来应有的点，挺难受的。直接乐一下主公，还好还有个第2个容错率，还有个乐啊。结果这个时候你可以看，马良依旧没动。曹纯直接杀貂蝉，貂蝉得亏有一个八卦阵，不过恰巧人家有2张拆桥，拆掉这个乐，麻烦喽。这把能赢也是主公对你的技能不熟悉。看这个时候依旧翻我面呢，翻我面就好，他没有锁我技能到现在。翻我面的话，我依旧还能存在2回合，知道吧？然后他打完的话，只要没造成伤害，我能继续给2个猎，造成伤害之后我再给回去猎救一下。现在输出只能靠他和我打了。再把猎的话，这个时候注意，我可以移除一个猎，把这个翻面解除，因为我额外多1回合嘛。我移除谁的猎？肯定移除的话，朱志呗，咱们要打主攻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又多1回合，看翻面就没了，这里看一下翻面就没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再直接打一个有猎标记的人，咱们现在他肯定有闪，打了没用，这个杀拿不回来，所以说打空城的他，咱们还可以把杀再拿回来，然后可以再出1张杀，对不对？顺手的话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有猎标记的话，咱们无限距离。我想顺他的桃子，本来可以顺斧子，但我不想让他救曹纯，知道吧？直接杀掉了，杀掉咱们开个五谷丰登，最后正好有个拆桥，把斧子拆掉啊，咱们把斧子拆掉，然后这时就过了。也是其实是翻面，咱翻面他都没制住咱们，是因为他不了解咱们技能。其实一个锁技能就可以把咱们会猎废掉，知道吧？但是废掉归废掉，注意，只是不能在他们1和2 2个回合内，我不能用会猎了，不能用那个平荣了，就第2回合。但如果马良回合结束之后，我可以再移除一个猎的标记，然后立刻又增加我的回合，不管是谁动，立刻就多1回合。但是坏处是啥？就是我猎的标记不够了，因为我被锁技能的话，他回合结束之后，我猎的标记不够，移除了之后，我可能就只是多1回合，就没有无限距离了。这时候给我马良，结果是个反贼，这托管救神荀彧，咱也不知道为啥啊。那朱志的话的问题就是啥？安国送给敌人，就把安国随便移除，结果移不回主公身上了。他有个技能，上面写的是你可以当场上有安国标记，可以移动至本局未获得过安国角色的其他角色。他可能忽略了这一点，他不知道。本来这把是他们稳赢的，主攻前期不针对我，不了解我技能，中期的话，朱志又把安国送给我了。孩子，这把 C 只能靠貂蝉 C 了，或者我负 C 一下吧。看回血了，又回血了。这把其实曹丕要会玩的话，这把稳赢的，光一个曹丕打我们3个是可以的。
这时候注意啊，咱们又把猎拿回，把技能废掉，咱们就没有猎了，这很尴尬的点。然后咱们把技能废掉，在他回合我就不能用平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咱们这时候尽量出杀吧。我说了，咱们为了清个闪，首先我记得他五谷拿了张9，手上是张9的，所以把白银拆掉。然后咱们丈8 9杀清他一张闪，咱们留不了多少牌，主要3血。AOE 没必要开啊，他既然跳中的话，没必要开他。还好吧，托管的马良不捣乱就行。看，注意马良这回合，看注意马良这回合，他一开始是废过我技能，但我过了我回合之后废技能这个标志就废掉了，就没有了。我在马良回合强制插一些我的回合，对不对？但是一轮只能使用一次，然后我把主攻列，因为咱们列标记不够了，其实主攻在后面只要废我技能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咱们列标记咋也不够了，把主攻列拿走，咱们继续再打一些主攻。主攻还在这问号呢，这个时候他血量健康，开个万剑啊！你不用去打朱雉，朱雉身上场上有安国的话，朱雉是死不掉的，没必要打他。得亏咱们有个丈8，其实这把也算是神抽了，很多咱们过的牌不是很多，但过了一些好牌，不管是救人的牌还是无懈，包括最后过到的决斗，这个人知道自己可能要被拿牌，把桃赶快吃了，对不对？还好场上是没有魏国的，他标记不足了。在这着急的说给我安卓标记没了，他死不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了半天，他可能不知道朱雉的技能，朱雉是开局谁让他乱移动安国的呀，对不对？上了个闪电，同理现在没有猎的标记，如果有猎的标记，咱们直接可以顺手攻手牌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猎的标记了，咱们还是丈8打吧，丈8打，不要火攻，然后花色不齐的，没必要这个火攻搏一下，直接去丈8杀一下就行了。留好防御，现在没有猎的标记，咱们不能用平容了。啊，其实说实话，我要说一下它的缺点，直接拿走9杀，对吧？没问题。这个第3个乐又归了我们，这把能赢是第一我们运气好，第二3个乐几乎都在我们身上。我留了个无懈，这就赢了。这时候立刻把猎的标记，因为他没动，获得2个猎的标记，对不对？咱们既拿了一张牌，又获得2个猎标记。然后这时候安格给我了，然后这时候咱们可以再插一回合。移除他的猎，插一回合，丈8杀他2次，直接有个决斗，打中的时候咱们再拿回来决斗。然后其实这不是我的本回合，这是插入的回合，我在自己本回合还能再打一次，知道吧？所以他死掉了。所以说你们很多人当时说，哎，这是起曹操好厉害啊！但是我这里面咱们结束结尾的话，我要讲一下，起曹操没你们想象那么好。我要说一下他的缺点是什么，大家不要觉得我每次会说只吹这个儒将，哎，真的好什么的。咱们说一缺点吧。正略刚才有说过，字很多，就是猎给猎的标记，每回合到主攻回合内，主攻没动的话，能给2个猎的标记；主攻动了打到伤害的话，只能每回合每轮只能给1个猎的标记。咱们会猎觉醒的前提是必须要大于2，而不是大于等于2，也就是说必须有3个猎的标记，咱们在回合内才能觉醒。觉醒还要减一点上限，获得平容。平容的话，咱们移除猎多一回合。对了，忘多说了，如果你在移除那回合，就是额外那个回合里面没有造成伤害，你要自己崩一点血，这是它的缺点。还有就是啥，我说一下它最大的问题，因为咱们是打至尊军8，肯定要以至尊军8的心态来说，它最大的问题是觉醒速度太慢了。这把是普通场，他们不懂你技能，而且你运气还不错，这前期他都没针对你，后期才给你废技能，而且他不懂你技能。如果是正常局的话，你见哪个主攻不开局不压制的？如果压制的话，你会猎一轮只能给1个，你3个会猎，前期3个会猎，你必须给至少等3轮。你想一想，在至尊军8这种环境下，或者说你经常自己玩，你也明白有哪些武将，就是经常打的话，哪些人能3轮之后你能保证你的队友还活着呀？你可以保证你活着，你的4血说不定，但你3轮过后，你的队友死的死，残的残，你可能没有机会发挥平容这个机会。明白吗？现在节奏那么快，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其他技能我觉得还好，当时很多人说，哎，真的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包括有一局是这样的一局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有一局特别有意思的一局，给你们再看一下，我看看是哪一局，我刚刚没有准备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没有准备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像是这局不，我忘了，不是这局吧？我看一下给你们，挺尴尬的，其实用那个曹操，用这个曹操最大的问题是不好觉醒，你要觉醒真的属于千恩万谢，或者是别人不针对你，就给大家再附赠一局，
就这局的话，肯定有些萌新，他们在这认为我不理他，我打游戏一般不理人的，对不对？给我扔了半天的，对吧？然后人家在跟我说话时候，我不理人家，我只是单纯的不爱打字，不是说单纯的不想理你，没有说看不上你的意思，只是我没必要去跟你说话，知道不？而且我打字还嫌累。你们可以看他说的话，还说句台词听一听，他们都挺欢实的。这把跟学被觉醒没啥关系。曹毛直接把牌堆清空了，闪和桃子还有酒，也就是说我们摸到杀的概率变高了，很容易不断杀。注意这里啊，打了个内奸，你看一直在扔我蛋，你看一直在扔我蛋，我连理都不理。普通场嘛，咱们原谅人家，对不对？举兽跳了个反贼，没办法，举兽能回血，这很尴尬。然后这一局打完之后，我怀疑这些人管他扔的对了，咱们也不管他。这一局的话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他们可能连这局为啥输的都不知道，可能就觉得起曹操好强呀。这局你们输是因为有 AK， 我有 AK， 知道吧？这时候曹冲也死了，有个 AK， 对不对？带了 AK 死了。咱们因为保杀嘛，掉一滴血，还好主公们那个神荀彧没有针对咱们啊。注意还是同理啊。这很好啊，正常都能打必中。这时候先打一下他的甲，咱们富裕的杀先打，为啥呢？打他的话，咱们第一张牌等于白打，就是能拿回来。你看啊，我先打他一刀，我再拿回来，对吧？等到我收他们，先优先把这些人全收掉，因为忠臣和内奸都死了，对吧？再杀一刀，直接死啊，因为场上没有桃，直接死。再继续杀。直到咱们有富裕的杀的时候，再去打举兽什么的，再继续杀，把后面人全解决了。刚才不是打过他吗？咱们再继续杀，再继续杀。乐不思蜀其实给不给都一样了，但是拆桥不要用给神荀彧送牌啊，记住啊。曹毛直接单杀一下，没事儿。这局的话直接废他的技能，我当时说想要只要他这个八卦没的话，我这回把烈的标记给他，我就无限距离对他出一张杀，打中更好一些。结果托管了，人放弃了，投降了。这一局的话，可能这两个人扔蛋，这两个人还可能会觉得起曹操很强，这连觉醒都没觉醒。你们输是因为有 AK 而已，没仅此而已。然后这局的话，对大家来说的话，起曹操你们觉得如何？我觉得不确定，有人说他可能就是按照史实来做的，但是就现在的他这个武将素质的话，他的觉醒的问题。我觉得会影响很大，我觉得可能，我只是说可能啊，我不敢说保票，可能不一定是史实，可能是天宫。当然，要是史实的话，它需要把这个觉醒难度、觉醒速度慢这个痛点需要解决，因为现在动不动就曹毛或者曹丕主攻会很麻烦。